生命有其终点，这一刻，您最想完成的是什么事呢？您会等待来生再做改变，还是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做出改变？死亡让时间有限，您会怎么运用这有限的时间？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您会怎么过？您对死亡感到恐惧吗？您能从恐惧中解脱吗？您怀念的故人，如何留住对他的思念呢？您是了然生命，还是被生命的课题所困？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死亡，您会怎么说？死亡对我来说就是属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啊，因为死亡这一件事情是本来就会发生的，就是一定要从有序走向无序的。你会觉得人生有时候很无常。我们每个人用很真诚的一颗心来面对生命。死亡就是终点，重点不在于死亡，是在你生命的这个过程。整理死亡这件事情，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整理自己的人生。死亡是禁忌的话题，是不可回避的深刻命题。但是我们的死亡教育是回避和忽略。面对死亡只是第一步，只有愿意面对，才能转化成对生命的圆满期待。出生和死亡我们不能选择，但是生和死之间的日子要怎么过，我们是可以掌握的。我们都应该提前学习生死学，因为认识了死亡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活在世上的意义，可以帮助我们活出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价值。当我们一起正视死亡、谈论生命的时候，或许就能少一些害怕，多一些坦然，活得更加的豁达。这次我们的步履来到了台北，想通过不同的人事物，探知死亡，消除恐惧。Roger， 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这附近很多的葬仪社，我们要讨论这一集的主题是死亡嘛，我会带你去拜访一些很特别的人物，包括有传统的这个孝女白琴，一个老师做死亡咖啡馆，设计了一些死亡相关的桌游，跟长辈做寿衣走秀，然后还有最近刚新的职业叫做洗屋师，他们会住进所谓的事故屋或凶宅里面，用自己的阳气把这个晦气洗掉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位阿亮大哥，是在做命案凶宅的清洁。我们今天要去看他在命案现场可能会看到的哪一些状况。布置得非常的逼真呢。我们平常到现场也就是这个状况。今天布置这个模拟现场，他就是一个租屋的房客，因为身体不适，他下床之后就倒在床边的位置，这边有他的头皮跟头发，头是倒在这边，身体朝脚的位置朝那边。以我们的经验，他的尸水啦、蛆啦、墙壁的苍蝇啦，都已经接近1个礼拜了，就是会闻到像死老鼠的味道。他的死亡时间如果更久，一些尸水都已经渗透到衣柜。那你们的工作天数嘞？像这种一天可以解决掉吗？正常命案的现场，它大概最多就是在2天以内要完成。如果废弃物越多，它耽误的时间就会越久。尽量清洗啦，我们也是自己有一点忌讳，尽量在还没天黑之前把这个状况完成。阿亮大哥，你刚才讲说这边湿水，像毛巾这个柜子都会有味道，就是塑胶、木头、衣物类的，就是最会吸味道。我们人
的内脏什么器官都很多，水分也很多。死后太久才发现的，整个失水加上器官都腐烂了，你会觉得很难闻。它的体积大，出来的味道就是很重。像这样的现场要怎么清理啊？那我就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命案清理师尽管低调，却是无法被取代的存在。逝者仿佛在用冲击震感的场景证明自己存在过，而清理师会让每个逝者的遗物有所依归，让灵魂得以安放。首先进来就需要先着装，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？它就是医疗用的防护衣，它除了能够阻隔我们现场的室内的尸臭味之外，它也能阻隔室内的一些细菌。除了这个，还要穿些什么？还要套鞋套，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怕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踩到现场的一些湿水，把其他没有污染的地区又把它扩散。之后我们就要戴上面具。这上面也可以调。哦，难呼吸耶，没有办法，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像太空人呢？然后套上医疗手术用的手套，这也是为了防臭跟防菌。对，再戴上那个比较厚的橡胶手套，要做双层的保护。对对，现在已经着装完成了。戴这个面具工作真的会有点困难，我才戴了不到1分钟，就会觉得呼吸不顺畅。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，在没有清理好之前，面具是不会拔下来的。这台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台机器是洗地打磨机。目前现场的状况，它的湿水是有一些凝固的，必须把它打磨洗干净，后续才能用吸尘器把湿水吸起来。我们在清洗的时候，还必须加消毒除臭的药剂在里面，才能彻底的清洗。命案现场清理的流程，先是评估现场的状况、清洁的难度，保护现场，再清理垃圾和残留物，利用清洁剂消毒和气味的处理，再将现场复原。大概那我可以体验一下吗？这要怎么注意什么吗？它两边都是按钮，你就是稳稳的拿着，它就会清洗。你用力压，它就往左边跑；拉起来，它就往右边跑。万一发生紧急状况，你就放掉就好了。好，来喽，来。哎呦，对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简单？这要怎么控制它方向啊？你太紧张了，你就靠着你的腰部，然后它就慢慢洗。其实是有挑战性的。我们刚刚是先用打磨清洗的机具把凝固的湿水，之后我们采用这台吸尘器把刚刚清洗的湿水把它吸起来。我可以体验看看吗？哎，可以。你只要把这个吸头贴在地面，它就能够把湿水吸起来了。哇，非常不简单。我只是稍稍的体验了当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个清洁师。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度是戴这个面具工作非常困难。第二个困难是我没想到原来机器也是这么难控制。像刚刚在用这个洗地打磨机，你不能晃神或者这样随便洗，你是要非常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。我只是稍稍的体验一下，我就已经没办法呼吸了，没办法想象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可以这么辛苦的做，真的是由衷的佩服。命案清理师实为人生清理师，他们扫除的不只是命案现场，他们的出现和离开，只是为了抹去生命消逝时残留的痕迹，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与伤痛。阿亮大哥，有没有那个让你一看到觉得哇好恐怖不敢进去的地方吗？有一个案件，它是在中和，家属告诉我们，屋内的人是自残。我们到现场把门打开的时候，是非常的震撼。从一开门到屋内，长长的一条走道，地上都是血迹，墙壁就是全部都尸块。后来才了解，往生者他是自残，
拿着刀一直往身上刺，才会喷溅到屋顶啊、壁面。阿亮大哥，要从事你们这个行业，要看到这么多的这种残忍的画面，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啊？你就是抱着替往生者服务的理念，你算是服务他们，你赶快把那个现场处理好，对其他的房客或是他们家属房子的状况赶快恢复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住户。阿亮大哥愿意坚持下去，不外是想帮助社会底层孤独无助的往生者，能好好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。从事这个特殊案件清理之前跟之后，对生死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跟体悟？你会觉得人生有时候很无常，对生命就比较看得比较开。像有一些子女，你可能要多关怀你的老人家长辈。其实有什么怨恨，在他们走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很惋惜。他也不可能再上来跟你吵了，在世的时候可能还是对他们好一点。有一天等到你老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。死亡现场是人生的一面镜子，处理看得见的污秽，去除得掉难闻的腐臭味。最棘手的清除整理，往往是看不见的人心。根据估计，台湾每年至少会新增2000套凶宅。在法律上有明文规范，房子必须是发生凶杀、自杀或非自然死亡的事件，才能被列为凶宅。一旦被冠上凶宅，在转卖时房价会下降，洗屋师应运而生。其实洗屋是因为民俗观念，事故屋里面会有这个所谓的凶气，或会有这个戾气、煞气。那洗屋的用意呢，就是用我们本身自然的阳气跟民俗在说的阳气去镇压所谓的凶气啊，或者煞气、戾气的部分。那你怎么会接触这一行呢？我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啦。我自己买的房子租给女孩子，我在大陆经商，我的秘书告诉我说，我房子可能出事了，就是味道很重，联络不到那个租的女孩子。我回去把那个门打开，蛮遗憾的，这个女孩子已经上吊自杀好几天没有被发现了。我房子就间接性变成凶宅，有代购业者会想要低价收购我的房子，我本身是不希望被低价收购的。与其如此，我就发展这个所谓的洗屋的行业。今天的培训招募多少人，有录取多少人？从新闻报道开始，陆陆续续有700多个人，可是到最后来到现场的大概要10位。要让学员学习凝视死亡，不为此而恐惧。人怕死，其实有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清楚人死到底会去哪儿。人类的身体是由原子组成构成的，当人走到生命尽头，无论是土葬还是火化，身体上的所有原子都回归到生物圈。若以科学角度理论，就不会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。那当一个洗屋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一定要有自己的正当工作，他还需要个正职的工作，这个不就是个工作了吗？我们是不能有游民的，会害怕2次事故跟3次事故。来做洗屋师就是兼职，第二个就是能够接受尸臭味。但是这个尸体应该都已经清理掉了。但重点在于说，它这个味道会是卡在家具、装潢、瓷砖里面的，是会卡很久的。它要透过很自然的风，慢慢的消散去的，所以一开始的味道其实会很重的。那你住进去之后，大概一般来讲要住多久？我们每天就是要待满12个小时的，12个小时限制是要因应民俗的关系，消除以后来租房子的或者是来买房子的疑虑。再来就是一定要住满1年，那住满1年才能够真正的让外面的人相信说这间房子并没有再出现过2、3次事故。有这种半途而废的洗屋师吗？有遇过，在做培训的时候都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，还是会有半途而废的洗屋师。在入住之前，我们都会签契约，
那半途而废的洗巫师就是要付3倍违约金。现场上课的不乏年轻人，他们不愿正式接受访问，但是私底下告诉我们，这份兼差有多余收入，还能解决房租问题。最大挑战就是要克服心中的恐惧，接受朋友异样的眼光。家人的反对甚至决裂，当然也有半途反悔的。这个行业跟死亡等于是有间接的关系嘛？是的。那你自己怎么面对死亡？跟你怎么定义这个死亡？死亡对我来说就是属于热力学第2定律啊，就是有序到无序，从有到无啊，从出生到死亡啊。你会害怕死亡吗？我并不害怕死亡，因为死亡这一件事情是本来就会发生的，就是一定要从有序走向无序的，所以无序就是死亡毁灭，那有序就是创生创造。我们的社会氛围视死亡如洪水猛兽，这里的来宾却无畏惧，坦然面对。死亡咖啡馆活动，期望用轻松的方式、自在的态度讨论生死的议题。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我有一个天堂旅行箱。那这个天堂旅行箱里面呢，就是有一天当我要到天堂去旅行的时候，我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。死亡咖啡馆2011年起源于英国，这样的聚会没有固定的场地，让参与者以轻松自在的态度聊生死理念、葬礼、财务规划等人生课题。其中的寿衣秀是想让民众学习身后事由自己做主，穿上最喜欢的衣服，向人世说再见。我是觉得生命有轮回，但是灵魂永生。每一个循环，就像1年级小学生开始，很开心，可以学习，可以读书。请问一下，你后面背什么？这个是我的书包，每天都要带那个手帕、卫生纸一定要带。哦，卫生纸要带哦。当然是要带铅笔呀，对不对？蜡笔，上课用的哦。笔记本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便当盒。可以看到他非常优雅的走秀。在我退休的那一天就开始传出疫情，我宣告说，从今天开始要活得很快乐，要放下我所有的捆绑。以前有太多的家庭责任、教育子女的责任，我终于可以松绑。所以我在那一刻开始，借着这样的仪式来告诉自己，我要好好的活出自己。对你来讲，其实这套衣服有很多重的含义。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生命的捆绑跟框架，但是借由就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候，可以做我自己，很自在。穿寿衣走秀，学员必须从头去检视，把资料提供给我，提供他的照片，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PPT。其实他站在台上的10分钟，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去面对死亡，他会有一种态度来面对他未来的人生，他对自己的价值意义已经是自我肯定。参加了整天的课程，我发现女性很多，男性很少。对，没有错。我相信华人的社会可能都是类似，男性会愿意走出来到社区上课偏少。对于身后事，他们在表达也内敛很多。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男生来上课？必须一步一步来。我曾经问过很多男性，他们会说，去那里上课，一群都是女生，他们就会说不用啊，我们去朋友家喝喝茶或是喝喝小酒，他们觉得自在很多。台湾很多的女性一辈子都是为家庭在付出，但是她自己本身其实是很有想法，也很想去发挥生命的光和热，会觉得我想上课，我想学习。我觉得那个生命的热力，中高龄的女性很明显的。告别通关，然后有没有发现旁边写什么？身后事我做主。郭老师设计的死亡桌游，每个玩家要一关一关的游走和讨论，在游戏中学习生死的议题。12道课题，有安排身后事、告别通关、治丧地点。接下来第1关，这治丧的地方
我是希望生前可以办个那个告别式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，你们之前都有想过吗？还是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才开始想的？我现在还是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做什么，所以我不做这个未知，不是你可以做主的事情。生前告别式可能是我的考量。我不会想办告别式，如果要办也是办个生前的，大家来碰到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桌游，不同主题，大概会有20套死亡不同主题。谈一谈之后，再慢慢引导下，他就把那个恐惧、防卫就慢慢放掉。放掉之后啊，就觉得到最后好像所有人都能谈，所以会让我非常感动。我们无法经历全然相同的瞬间，因此每个瞬间都独特而不可回溯。这趟死亡咖啡馆之旅，为众人打开了对死亡的想象。俨然，死亡是未知，但面向死亡，是为了好好活着。我们在这个桌游里面，它有很深层的含义，牵扯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观，他这一生的生命价值意义。有没有人要分享？好，丽玲，那你觉得今天玩桌游，你的想法呢？我们把这种话题都当禁忌啊，可是透过这种分享，觉得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，能够把自己的身后事预先的安排、预立遗嘱，把自己的物品断舍离，不要造成后代以后处理的负担，自己写一些人生的记录。我们做好这些事的时候，反而更懂得如何去把握有限的每天活着的日子。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天堂行李箱。当我闭眼的时候，我的家人会打开，就会看到这几份文件。第一个是我的美照，各位知道为什么照片很重要吗？医生宣告死亡，治丧开始的时候就需要照片了。这边呢有我的遗嘱，我连殡葬业者都找好了。再来是我的2份医疗决定书，在生前要跟家人讲好，因为一死亡了，这个就没有用了。这边还有一份叫民法的议定监护契约，我有很清楚的交代我的家人，一旦我失智，没办法再处理我的财产，以及所有的医疗谁来负责照顾我，我的钱由谁来做统筹处理。这个呢是我要穿的衣服，它是睡衣，它是白色。我为什么选白色呢？因为它上面放花是100%纯棉，因为要火化，它环保。还有一个漂亮的盒子，是放我的骨灰，它很便宜哦。我们要树葬、花葬都要研磨，研磨过之后可以用棉纸袋装在里面。好。关于授权书，新加坡政府也开始教育民众持久授权书的重要性，保障自己的利益，委任信赖的人在自己失去心智能力及决策时，代劳处理所有的事务，让家人做出相应的护理安排。像老师这么有经验，那你对生死现在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们每个人用很真诚的一颗心来面对生命。对我来讲，我很坦然的去面对。我是经历自我检视之后，才有办法这样去做分享跟做教育。自己本身的生命价值观就是养成跟形成，就是一个坦然的、健康的、正向的。我觉得生死教育，它就是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态度去影响观念交流。大家在认同，就会觉得原来不用那么可怕。尤其在 COVID-19 之后，我们就是正向面对这个生命的议题。在死亡咖啡馆里，听到不少会员提及死后希望树葬或是花葬，所以特地前往阳明山真善园了解花葬过程。这里有18个葬区，5000个花葬穴位。所以你觉得这10年来的改变是什么？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花葬？第一个，环保概念已经慢慢的被国人所接受。第二个，先人往生之后骨灰罐放进灵骨塔位里，在1代2代之后，第3代基本上祭拜的子孙就越来越少。现在国人观念会希望说，把骨灰罐拿出来直接做环保葬之后，避免
后世子孙在扫墓的时候的困扰。毕竟古棺放在灵骨塔位以后，30-40年后，真的来祭拜子孙真的越少。加上我们政府有一些环保的鼓励措施，所有的树葬、花葬、海葬都有政府的补助，所以是民众是不用收任何费用的。台湾政府积极推动绿色殡葬，自2003年至今，环保葬人数47000多人。越来越多民众认同环保葬，不管是树葬或花葬，都是不入塔、不立碑、不设坟，也不祭拜。我们说是花葬，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草地，花比较少，为什么？花葬可能跟一般人的观念不太一样，一般人认为说花卉上面把骨灰撒在上面，形式上并不是这样。花卉是种在那个墓区的旁边周遭。树葬跟花葬它有什么不一样？树葬跟花葬都是环保葬的一个形式，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最大的差异就是说，花葬以花为主，树为辅；树葬区的话是以树为主，花为辅。树葬就是在大树底下有一个葬区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先由家属到祭拜台的前方做他们所属的宗教仪式，结束以后，同仁会先把那个石板移开。江大哥说，如果没有预留管线，就会现场用圆锹把泥土挖上来，再请家属把骨灰袋里的骨灰倒进去，盖上培养土和龙鳞菌混合的凝土，家属形式上覆个土，再由职工把土层覆盖好，石板放置妥当。非常谢谢你愿意让我们记录这个这么私密又非常重要的这一刻。我想要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会选择花葬的方式啊？因为我妈妈她生前的愿望，她想要就是走这个花葬。台湾比较传统，有所谓的安葬区、灵骨塔，可能1年就只能去探望几天。我个人其实蛮喜欢树葬以及花葬的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开放的环境，想他的时候可以上来讲讲话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台北市的政府政策是没有土葬，开始都是用火葬。我们现在鼓励环保葬，环保葬目前都是免费的，把它潜移默化，希望民众多能接受环保葬。你说民众怎么改变这个新的观念？首先，老一辈的人要先意识到土葬、进塔跟环保葬之间的差异。土葬的话，上一辈他们每年最少要有1次去上山扫墓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轻松，因为体力都够，但年纪渐大的时候，他上山扫墓就成为一个负担。不如把它迁葬到灵骨塔里，上山进塔来祭拜祖先的时候，他会发现塞车就很严重，往返很劳累，慢慢会希望可不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身后事。一定要老一辈的人慢慢感觉到跟接受新的观念。我们有个环保鼓励金的政策，由政府补助给家属。我们希望骨灰尽量不要留在灵骨塔，采用环保葬的方式来推行，民众逐渐能接受环保葬这个观念。死亡它应该是个结束，一个终点。那重点不在于死亡，是在你生命的这个过程怎么让它丰富，而不是纠结于说死后我们要怎么过生活。我比较重视在活着的时候怎么丰富我们的生活。挚爱离世是最难以克服的习题。对于无法停止的思念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珍藏爱与思念的情感连结，来抚慰与拥有这份美好。台湾人会接受这种把骨灰做成饰品，然后戴在身上，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比例非常高。他们没有太多的忌讳，他们只想把它随时带在身上，这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。在发展的时候，为什么选定琉璃这个材料有它的特殊性？很早之前就有人用所谓的骨粉钻石，取用的骨灰量是很大的，大概20克、30克。琉璃的制作需要取的量大概就是1颗绿豆。对很多人来讲，你取太多，觉得好像身体的部分被取走蛮大一块。骨粉是像很小的微粒构成的，琉璃的话，在800多度的时候，它会融成液体，
每一颗的琉璃它都是独一无二，它不会去重复。琉璃的话，家属都可以接受了。目前主要项链、手链、戒指、耳环，最受欢迎还是项链。每款纪念琉璃骨灰饰品都是手工定制，十几位工艺师会根据顾客要求设计和加工。我们收到客人想要的定制的琉璃的颜色，会依据客人的需求、订购的品项去做加工。像它直接就是统一的制成方式，抛光到一定的程度，才接着去刻字。刻字完就会后加工处理粘珠镶嵌部分。那你在定做的过程当中，你说很多时候要写上一段话嘛？没错。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就是希望下辈子还可以继续相会，专属的。私密的话语暗号，戒指的加工，他会把我们所有的戒指都直接排出来，依客人想要的尺寸去做调整，再去做我们的刻字的步骤。琉璃作为与情感连结的开始，让逝去的生命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延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。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殡葬求职须知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你有个机会可以亲手打造一具专属于自己的棺材，你会想要试试看吗？人唯有面对死亡，自我才会诞生。年轻殡葬业者小冬瓜历经磨难，从偷悟中救赎自我。小冬瓜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趣哦，他的父亲叫冬瓜。早期比较传统的这个殡葬业者，小冬瓜从小就在这个殡葬业者的这个环境之下长大。他开始用 YouTube 频道的方式传递一些比较现代、比较新颖的殡葬的观念，或者是生死的观念。我想在华人世界里面，应该也是非常少有的。新一代的殡葬业者，他透过新媒体、网络媒体来沟通一些新的讯息，特别是生命教育。所以透过它，我们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殡葬业。没错，可以透过小冬瓜的这个频道，看到过去几十年来台湾人对于殡葬、死亡观念的一些转变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，我是社长小冬瓜。随着医疗技术不断提升，老年终活相关的费用也逐年攀高。关于最后的人生4道，我们要如何跟所爱的人道谢、道爱、道歉、道别？我希望透过仪式，能够让死亡变成礼物，成为支持别人继续前进的力量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很厉害。我一开始会起心动念，纯粹是来自于我父亲的离开。他过世的时候实在太仓促，都来不及交代。他的财务状况，他的公司面临考验，我足足花了8年的时间才整件事情尘埃落定，对我来讲太痛苦了。如果他可以提早讲几句话，也许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就解决，而不用弄得到后来变得那么复杂。但这不也是大部分家庭会遇到的课题吗？所以有这样的起心动念，开始鼓励大家做这方面的规划跟准备。整理死亡这件事情，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整理自己的人生。这几年来，殡葬文化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觉得大家传统对于殡葬行业这过去10年、20年的定位，比较像是把它当成是服务业，其实不是服务，服务是过程，是拉近距离，为了能够帮助到你，所以服务很重要。但是核心绝对不是服务，核心是教育。透过这些仪式，是否能够有机会让家属有力量、有感动，而不是让他造成负担。在传统死这件事情是非常忌讳的话题，大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恐惧，这个恐惧来自于哪里？恐惧来自于未知。因为没接触、不了解，因此我们产生的恐惧。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讨论，那你会发现其实它没那么可怕。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在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，能够把自己的身后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。我们身为从业人员，应该知道说，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仪式才能够帮助这个家庭离开这个悲伤，让他能够有力量继续向前，而不单单只是销售商品。商品只是一个媒介，真正要做到是如何抚慰他的心灵。让他继续往前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行业的核心精髓。所以这件事情跟传统殡葬其实就有非常大的不同。死亡是可以聊的，死亡是可以提前准备的。在一开始在转换这个观念的时候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透过用 YouTube 拍影片的方式，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知识，然后去思考哪一些方式比较适合我，可以怎么样去做决定，借此有一个切入点，可以跟家人一起来聊。你现在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死亡是一份礼物，
它提醒我们人生是有限的，你要尽可能在这个旅程当中要活得很精彩。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我们唯一能够享受的就是这段旅程所为我们带来这个风景。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丧礼是一个人的生命舞台。台湾传统殡葬仪式有着当地特色，千王振武和孝女白琴仪式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逐渐式微。现人找到哭丧30年的刘君玲，愿意分享她在这一行的苦与乐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做这个行业啊？我是从12岁就在做这个行业，很久了，30年了。先从千王魂阵开始，千王魂阵做完之后，18岁开始接触少女白琴，20出头的时候自己再转型做香仪，就是女孩子在会场以仪式手势来引导仪式进度，然后最近这几年开始帮大体做修复。你先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到底什么是孝女白琴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服务？早期是说家里没有女儿，或者是家里的女儿不会哭，要有一个人来代表他们来哭丧。早期的丧礼放的时间会比较久，可能少至1个月，家里的女生都已经没有眼泪了，需要有人来带领着他们哭丧。也有就是家里没有女生的，我们代表女儿来哭。早期的交通比较不便，回家见不到最后一面，要表达他们的不孝不舍，会从外面很远的巷子口就是跪哭的进来。歌仔戏没落之后，歌仔戏的演员在民间做一个谋生的行业。一开始是从五子哭墓，后来转型就是千王魂阵、少女白琴，都是歌仔戏演变下来的。像你刚刚说的，像他们一直哭，没有眼泪了，那你呢？我以前最多一天做8至10场少女白琴。会哭到没有眼泪，哭到有点像干眼症，而且要在地上爬。我现在膝盖已经有受伤了。早期的时候就是不服输，不用带护膝，常常会有柏油路啊，或者是石头路、玻璃碎片，就这样爬，然后常常就受伤。后来久了，发现里面韧带跑掉了，喉咙会长茧。我一个人要 solo 就是40分钟、50分钟，甚至1个小时，你要边讲话边哭。从事殡葬业对你的社交关系有影响吗？以前有做少女白琴跟千王魂阵，很年轻嘛，所以出去可能人家就是喜欢撩，现在叫撩妹，以前会比较自卑。小时候也是一直被这种言语霸凌。做少女的时候，看到人家鄙视你，最后他对你抱歉，然后谢谢你帮他们表达了他们想讲的话。后来自己创业，接触大体这些工作，接收到的是家属对我们的感激。你对于死亡的观念是什么？要怎么样让自己或家人不要措手不及去面对死亡？平时不要把死亡当成禁忌，要越来越能坦然去接受，我们总有一天会死。平常的时候多说爱，不管是跟家人、朋友、姐妹，或者是就是另一半，在平时就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没有及时让他们知道说，我死掉之后，我希望用什么样的葬礼，不要让我觉得孤孤单单，他们至少也会有一个心理准备。生命的终极命题是什么？死亡、自由、孤独与无意义，是我们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必然要面对的恐惧和焦虑。陈伟林用另类黑色幽默来面对死亡，点点黑斑是威胁，也是注视的焦点，让他重启人生。我今天在弄一个 slogan 包包，我想要把生命这个字跟死亡这个字放在一起，也可以有一些 double meaning 的想法。
所以这个 slogan 是 If you wanna live, die first， 或是就是 If you wanna die, live first。啊，对，有这个有双重的意义。对。他用非常另类的黑色幽默来提倡生命教育，帮助想自杀的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以重塑人生。他时常应邀赴学校演讲，跟学生分享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死观，以激励深陷困境的年轻人能像他一样积极面对人生。那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要送给谁的？送给一些以前经历过想要自杀的人，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些事情。重点是，其实刚刚印的时候是反过来的。为什么要印在内？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都自己知道就好，很怕跟别人说，他们就可以默默打开看看就好。伟林一出世即被诊断患有皮肤癌，医生宣判他活不过3岁，却奇迹般的活过了40年。他以积极的态度等死，好让未来死而无憾。你对死亡没有概念，那时候还小，你长大以后有这个死亡的概念的时候，心情的转换呢？没有什么好心情转换啊。以前我没有觉得没有死亡这个字，我真的很喜欢我自己的生命。可能爸爸妈妈超级鼓励我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啦。反而你会觉得它是个祝福。死亡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你可以把握时刻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哦。我办自己的 living funeral 的时候，就是我那时候28岁，我就问自己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也没有什么想怎样，只是不是华人常说，我30岁而立，应该要好好去安排自己的死亡。我要办生前葬礼，我先跟我爸我妈说，我爸我妈就是很自然的说，就是哦好啊，你什么时候办要跟我说，因为我要提前请假。2017年，他在香港成立非政府组织“死也死也”，以另类的黑色幽默来推广生死教育，举办演讲和生死实验工作坊。你在这边好像是也是有在努力，叫推广生命教育，是有推动，但是没有很努力。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推广生命教育啊？就是看他在哪里失败，什么时候失败了。如果他是说在台湾失败，你就离开台湾了。40岁失败，你就等到41岁再重来了。40岁就放空、放轻松，退休、辞职、躺平1年，到明年重新再振作。刚刚在聊天的时候，你说其实生命是没有希望的。哦，对啊，生命是没有希望的，因为如果生命里面没有死亡，就没有希望。所以有死亡就有希望。对啊，很多人觉得，我这个道路很有希望，但其实那个是未来啊，他们会有一个尽头，它有个终点。未来是什么？其实大家也不知道。你没办法去实现。如果是死亡的话，他明确告诉你一个终点，就要看自己到底要在这个终点之前要尽力去跑。死亡才是那个希望的开始。那对你来说，死亡是什么？死亡就是终点。你最近还要出书哎？最近就写了一本书，你要带我们去出版社看一看，看看做好了没。我的遗书是他30岁的时候发表的一本书，记录了他这10年来做的关于生死教育的推动，他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他的看法，还有他在讨论如何面对歧视这个问题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对很多人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。他人死的这段时间，积极面对人生的事情，对任何读到这本书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鼓舞。我就是用自己的实践来呈现我对当下的说法，因为你活就是 living 啊，不是 survive。生命飞恒久，它经历一场场生灭的循环，终点也是起点，跨过即是死后的新生，是内在对自我生命的审判，重新定义自我的生命。我们台湾人面对死亡，其实很多的观念都慢慢在改变。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，人口的少子化跟老年化，也影响了我们面对死亡的观念。旧世代跟新世代不同的观念要怎么样融合，
或者是交接，这或许是未来台湾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持续可以发展的地方。死亡对我来说，它是一种提醒，它提醒我生命是有限的，人生是无常的。我真的会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开始讨论死亡，它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。我们是和不同的人在讨论死亡是什么，但是我却思考的是生命是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死亡让我看到的是生命的脆弱，生命的短暂，还有生命的珍贵。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，及时行乐，好吗？